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年菜鸟进化论。这是一档注重个人成长和自我探索的播客，我希望用不强势但有用的方式陪你一起温柔觉醒。今天我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人生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去接纳。可能听我播客的朋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相就是变化的本身。但是在我们知晓了变化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一个前提之下，想要能够去接纳它，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容易。面对我们人生随时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失控，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或者说在日常当中，我们是否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练就更好的心态，能够在这些变化产生的时候坦然面对，并把它当做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呢？今天的播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完全放松下来的沉静的思考和分享，能够与大家把这个话题给互相一些更多的启发。很有意思啊！我在做这一期播客之前呢，前面的几期播客我其实都是非常用力的在做内容，我会梳理内容的框架，我甚至会详细到写逐字稿，甚至会跟 AI 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探讨，进行来回的思路的调整梳理，甚至连取题目都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把握它。你看，尽管我对于人生的不确定性有如此多之前的思考，但是我依旧想要在自己探索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多的确定性，有更多的掌控感。当然这是来源于我们人性本身，我觉得是需要坦然去接纳的。但是在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播客，包括我自己这一阶段人生的规划和找寻这个节奏感的当中，我似乎觉察到了一些不对劲。因为我会觉得，当你过于关注这种节奏感，这种规律性，这种在你掌控之中，这种用力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但创作本身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灵感爆发的时刻，是在那种不确定性当中，你松弛下来之后给予你的那种惊喜，而人生也是如此。而在做这一期播客之前呢，昨天我本来也是希望通过一天来整理思路，去写一个逐字稿，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按照前几期的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我选择在我思考过后完全把自己放松和打开。我不知道在这一期内容当中我会不会完整的分享我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我也不知道在这样的自我对话当中会不会又有一些新的灵感迸发，但我觉得这一期的节目它需要这样做。人生总是充满了巧合，在昨天我非常喜欢的梦妍的无人知晓它更新了，它的那一期内容是创作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认真对待。有意思吗？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在你去有一些困惑，有一些困扰，有一些思考的时候，有一些能够点醒你的内容就这样突然的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他的这一期内容里面也分享了很多他的观点，对我也有非常多的启发。他分享了正如题目所说的那样，关于创作的一些需要松弛感，你只是创作的一小部分，可能有更多的你未知的东西是需要你把自我放小，让它在意想不到，在你的规划之外去发生的。那同时呢，我也会想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前提，那就是我开展这档播客其实也是对自我探索的一次尝试，它是属于我的内容。但是当我按部就班的去规划它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也很容易去被同类型的其他的一些同质化的内容所影响。
我可能也会陷入到了流量的焦虑，会陷入到了是否要使用一些所谓的高频词来提升大家点击我这档内容的可能性。但是他们都成了我内容创作一个又一个的枷锁，它控制了我的思考，让我打开自己的可能性，探索自己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似乎有一点点变味了。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所有的探索它都是我在人生的探索当中属于我的一部分。不论是我在人生的旷野上去奔跑，还是在旷野当中去寻求那个路径，还是在走到那个路径的过程当中我再去开辟更多的小径，它都是属于人生的一部分。那好，那回归到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应该去接纳我们人生的种种的不确定性，从我们意识到人生的不确定性开始。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试图去接纳它，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我很想分享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自己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我在5月3号当天，那一天是我儿子的8岁的生日。那天我原本计划是从他爸爸家把他接回来，跟他2个人一起买生日礼物，然后跟他一起来庆祝他的生日。但是我在去接他的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的想法，就是这个假期我能不能在他的8岁生日给我们彼此留下一个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能不能来一个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的旅行是计划之外的，而且我之前压根没有想过的。但是在那个此刻，我就非常想要它去发生。去哪儿呢？目的地未知，怎么走呢？好像旅行方向也未知。我先没有管那么多，我在决定这件事的那个当下，我就很快的准备了我们2个人的2-3天的衣物，也给他带上了泳衣，带上了一些清洁的用品。我直接放上我的车辆，我就开车去接他了。在路途当中，我突然想到，可能在之前我有刷到过离西安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是在四川的绵阳，那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湖，那里有一个酒店，我当时看到它觉得非常的惬意，而且好像也有很多孩子玩乐的一些设施。那我想其实对于我们2个人来讲，计划外的旅行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放松在的。那目的地我很快就决定，那不如就去这里吧。然后我在路上就在想，我们要去那里，如果开车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那不妨就去坐高铁，对吗？我就赶紧去搜高铁票。当时我去接他的时候已经快要6点了，但是西安到绵阳的最后的一趟高铁是7点30还是7点40分，时间非常非常的紧，所以这场旅途它能否成行，其实未知的因素非常的多。我当下就决定我暂时不订高铁票。我首先要有一个确定，就是我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要确定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否愿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开去高铁站，然后在高铁站把车停好之后，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再订票；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打道回府。我希望让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发生，可能一切都有可能是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但不如把它就当做一次探险。做好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一路开车，我顺利的接上了他。然后他上车之后，我就很认真的问他，我说：儿子，妈妈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有2个选择，要不然妈妈拿给你送礼物的钱和给你过生日的钱，我们去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旅行的地方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可能现在妈妈酒店还没有订，一切还未知。它对于你和我来说，像是一场属于我们2个人的探险一样。但是妈妈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美，你一定会喜欢的，而且这也是第一次我们2个人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很希望给你和我的人生留下这样的纪念意义的场景。
要不然我们就打道回府，妈妈按照之前答应你的，给你买乐高，我们去海底捞或者其他你想去的餐厅，我们去给你过一个生日，就像往年那样一样。他想了一会儿，他说妈妈我想一下。我说好。然后他思考了一会儿，告诉我说妈妈我们走。我说好。现在妈妈就开车，我们往高铁站开。但是你也要知道一点的就是，现在妈妈不确定我们能不能赶上这个高铁，所以现在导航在走，你也要成为我的小小的导航员，随时帮我留意着路口。如果我们到了来得及的话，我们立刻订高铁，我们就走；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就回家，我们依然过一个快乐的生日。他说好，没有问题，妈妈，我们走。我非常开心，就是我与我儿子的之前的所有的相处，让他是一个对于计划之外的事情，在8岁的年纪也是能够坦然接纳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感恩的，我也相信这样的心态对于他今后是能够受益的。所以我们那一天就这样的兴奋的踏上了我们未知的旅程，很开心。就是我们抵达高铁站的时候是在7点10分，离高铁开有20-3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当机立断的就订下了票，我们2个人一路狂奔，顺利的上了高铁，踏上了我们这一趟意料之外的旅行。甚至我对绵阳这个城市是一无所知的，在此之前那当天晚上我们直接去那个酒店，可能时间太晚了，因为火车到达绵阳的时候可能已经要10点多了，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决定在市区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从市区打车去酒店，然后完全沉浸式的在酒店进行1天的度假。我甚至在火车上，在那个高铁动车上的时候，我才知道绵阳其实是有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景点是可以去旅行的。我查到那里有唐代4大名楼之一的岳王楼，也发现了有2个非常精彩的非常值得去观赏的寺庙，一个叫做罗汉寺，一个叫做圣水寺。然后这2个寺庙里面有非常多让我觉得哇很有冲击感的一些雕塑，佛像的雕塑，而且它都是很大的一个规模，是非常具有视觉冲斥力的。而这些我都是在高铁的路途当中才做的攻略，我才知道的。那天我们2个人一拍即合，就决定我们先在酒店休息一晚，然后第二天早上打车去这2个寺庙去打卡，去拍照，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再去一下岳王楼。我在路上才问他，我说你知道那个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首诗吗？他很认真的给我背了这首诗。我说哇，你知道这首诗是李白当时看到哪个地方写的吗？就是我们要去的绵阳的这个岳王楼。然后他一下觉得很惊喜，就是因为学到了知识，没想到我们会要在一个实际的地方去看到它了。我相信这样的一趟行程给他也一定会把知识与现实之间的链接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并且给他对于这首诗的理解有更多的帮助。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开启了整体的流程。那对于整个的这个第一天在绵阳的收获，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们2个人觉得非常的充实。因为首先它是在计划之外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景点你都是惊喜。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去计划旅行的时候，然后你再去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往往你就会觉得哦，不过如此。但如果你没有计划，你只是去体验去遇见，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你预料之外的，它反而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很多的惊喜。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结束了第二天上半天在绵阳的行程，然后下午去到那个叫做仙海湖的那个酒店的时候，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因为首先那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迷人，我没有想到西安动车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看到如此让我觉得仿佛落在仙境的一个美景。因为之前我会觉得度假这件事情是在国内的话就一定是要去到海南，是一定要去到云南才能完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可能离我们西安只有这
这么近的高铁的行程，我也可以有这种完全放松静下来的感觉。而那家酒店我觉得做的也不错，酒店本身就可以让我跟孩子玩得非常的开心了。那除此之外呢，离它不远的一个距离，我打车可能只要8到10块钱就可以到当地的一个清水的沙滩，虽然是湖泊，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乐园，也有沙滩，它票价也很便宜，在那里也可以度过全天的非常美妙的时光，孩子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也可以满足我拍照的愿望。对，所以整体的这个3天2晚的旅途，它虽然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是却是非常的充实，却是非常的惬意。首先除了旅途的美景，除了这些能够让我们有很多人生新的体验的景点之外，我还收获了与我儿子2个人的第一次的旅行，它是属于我们2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同时呢，我也发现对于我孩子来讲，他也收获了原来跟随妈妈2个人的旅行我可以如此的独立。他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也担任起了很多的角色，比如说可能有很多的行李他自己也要肩负他自己的行李，然后同时呢他自己也会做很多的决定，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决定。而且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也让他担任了小小的摄影师，帮我记录下了很多美好的时刻。他还学会了构图，他知道在哪些地方应该怎么取景，他自己还去总结经验，说妈妈我帮你拍了好多，你还可以连起来把它当做视频。这都是他自己在拍摄当中自己感悟到的。我觉得这些收获都是我计划之外的，也都是我未曾预想的。那天我记得在酒店的那个游乐场有一个大的秋千，它是一个网的秋千，我就非常惬意的躺在那里，我儿子在旁边的那个游乐设施玩滑滑梯，我闭着眼睛，我静静的感受到了那个此刻，去静静的感受到了那个当下，我静静的听在那个山里风拂过的声音，孩子嬉闹的声音，以及不时有那个鸟儿飞过的声音。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无比的舒适，因为那个当下那个此刻它是意料之外的，但是那个此刻它却是彻彻底底的属于我自己的。我又把我自己的眼睛睁开，我发现就在我的目光的上方有一个弯弯的月牙，虽然是白天，我依旧可以清晰的看到月亮的轮廓以及月球上的那些环形山的踪影。我惊讶的发现，之前我跟我儿子分享的一本科普书籍里面讲，在月球上是有人脸的，我之前跟他都非常不理解，但那一个此刻我睁开眼睛，我惊讶的发现，我的的确确的看到了环形山组成了一个人脸的模样。我兴奋的把他叫来，我说儿子你快看，你看到了什么？他同样的兴奋的告诉我说妈妈是一个人脸。我说对，你看我们在书籍上看到的东西，它确确实实的存在于月亮之上，对吗？他说对。然后就那样我俩静静的就那样看着月亮，大概过去了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细细的去品味，我们细细的去感受。而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他的心中跟我的心中都是有同样的惊喜发生的，也有同样的感受流淌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能量场域里。你看，有时候我会觉得旅行当中的这一部分的经验，它是可以平移到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人生其实也就像是一次旅行，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一趟旅程上会发生什么，也一定会有无数次变化的、打翻的、让你不知所措的难熬的时刻。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去抵抗吗？抵抗有用吗？它依旧存在。不妨转变心态，积极的去拥抱变化，甚至主动去创造变化。这个人生阶段我非常喜欢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经历了上一个人生阶段总是在被动等待、被动接纳、被动被选择的
那个过程，我知道那种惊慌失措和无奈的体验感。所以我会觉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它会让你在不确定的人生当中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确定感。而与此同时，你主动做出一些选择，甚至主动去做出一些改变，反而是我们在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不确定的变化，它反而能给你带来很多你意料之外的惊喜，甚至去帮助你发现自己未曾知晓的属于自己的潜力。在旅行中，我是非常讨厌按部就班的，我的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大概定一个目的地，然后说走就走，可能到这个地方之后，我才会确定我要去哪里，我这一天要怎么度过，甚至有时候当天的旅行计划都是在当天起来之后再去完成的。但我会觉得正是因为这样，会让我的旅行有了更多的收获，更多的惊喜和更多属于自己新的感悟。我记得自己之前有读过杨天真的那本书，叫做《去遇见》，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在旅行过程当中也是跟我有一样的心态，去体验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去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去遇见，去碰撞，去感受一场又一场旅行当中的那种未知，带给自己新的收获和新的体验。对，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次大的旅程，让我们以这样体验的心态，不妨去接纳未知，去遇见未知，去拥抱未知。我们可以试图这样去想，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条一眼望得到头的轨迹，你完全知道这一趟的行程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发生什么，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生了无生趣？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其实在我看来还蛮可怕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失去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其实在大的宇宙层面，我们完全知道，在更高的维度，我们的一生可以被看到，我们知道自己的人生要经历什么，但为什么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维度，我们却对未来无从知晓呢？会不会这也是来自于某种馈赠？正是因为它的无人知晓，才让我们对未知充满了好奇，而这一份好奇，这一份去体验人生的种种的发生，它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在呢。惊喜和惊吓同时存在，才让我们有了活着的感受呢。其实我发现我是一个骨子里很害怕失控的人，但是我知道人生，我知道这个宇宙的真相是变化本身的时候，我试图说服自己要接纳随时可能失控的发生。于是我会让自己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去做一个掌控者，而要去做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你人生道路上所有的风景，所有的惊喜，亦或者是惊吓，它都是你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我跟我儿子的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我们带着轻松的心态上路，面对所有的一切的未知，有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发生，它都成为了你自己一段新的探索，意料之外的新的探索，它会极大的丰富你人生的体验感。我会发现这样的心态真的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那就是带着对于未来的未知，以去遇见的心态去碰撞，去感悟，去体验。失控不等于危险，而未知也不等于危险，它反而
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一段惊喜。所以你看，当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按部就班，人生按照计划进行，我觉得不妨可以试图像我一样，给你制造一些这样微小的失控的时刻，你主动去拥抱人生的不确定性。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一趟旅行，也就像我今天的这一期播客一样，虽然可能今后我依旧在做其他期的内容，我也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会对我一段时间的思考做以详细的梳理，那个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的播客内容跟我的人生一样，也一定要有这样的留白的时刻，未知的时刻，它是属于我自我探索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去发现那些我没有觉察到的我自己的时刻，也是去帮我拓展人生更多可能性的时刻，它同样重要。那对于大家来说，你的人生是否也在按部就班中进行呢？你是否也非常惧怕改变，非常害怕失控，尽管你知道它随时随地有可能发生？那属于你的这种可以主动开启的微失控的时刻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或许有这样的一些微失控的时刻，会让我们从体验上，从认知到体验，去了解到失控本身它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或许也是另外一个程度上的知行合一，不是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主动去创造的微小的失控的时刻，它可以给我们带来2份收获。第一份就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知行合一去体验，告知我们随时去应对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性，让我们能够练就一个更好的心态和更强大的内心，坦然去面对人生一切的发生。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些失控的时刻，恰好是帮我们撬开人生，碰撞出人生更多可能性发生的时刻，它会带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些惊喜不仅仅是你的人生，是宇宙赐予你的，可能这些惊喜也是你对自己未曾觉察到的。我会觉得之前我一直在说我在做我自己人生的2次成长，这也是一档注重个人成长的播客。但是我最近愈发觉得，我与其说我在做个人成长，我不如说我是在做自我探索。因为我会发现很多人这一生都未必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了解自己，我们可能就是浑浑噩噩当中去度过，但是探索自己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它可以帮你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更好的帮你去建立自己内心的秩序，从而让你有一个更加坚定的方向和稳定的内核，去探索属于你自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会告诉你，原来我以为我自己它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你还有这一面那一面，还有很多面，而这些面它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它就在你的身体里，等待着你去挖掘，等待着你去发现。当然我刚才一直都在分享，我们要接纳人生的失控，我们要接纳随时可能发生的改变，甚至我们也要主动去创造这些不确定性，让我们能够适应随时可能的这种改变的发生。那可能在这里我们又会有一个更加深度的思考，就是如果说改变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的话，那我们还去计划什么呢？我们人生随时去体验就好了，对吗？其实我在一段时间也对此有所困惑，到现在我大概有了一个初步的思考。
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思考会让我们在无序的人生当中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下此刻的那份秩序感。这个秩序感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锚定的基石，它会让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有一些确定性属于自己，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自己人生的未知。我不知道这样分享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去把握那些我们能够把握的，去计划那些在常理的范围之内，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能够被计划的事情，我们可以做足这样的努力。但同时对于计划之外的改变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了解它，这可能没有办法是我完全100%去把握的。我一直在我的播客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宇宙的终点是热寂，它是一个熵增的过程，最终归为热寂，对吗？但我们生命的本质却是逆熵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类通过我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世界的链接和体验，在我们有限的人生过程当中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那个秩序。尽管最终我们的生命也要归于一个终点，对吗？但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我们依旧可以创造属于我们人生体验，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份秩序感和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份秩序感。虽然我们不依赖这个秩序感，但它依旧可以存在于我们的短暂的人生当中的。它就是属于我们对于人生的主动性的创造和主动性的思考，而这一部分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然我想要说，我们建立秩序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要知道它反而只是我们校准方向的一个过程。就像我在探索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我一直在说人生是一个旷野，对吗？我们从原来的轨迹回到了旷野的时分，但是在这个旷野过程当中，我们去探索，去找到属于自己新的人生的路径，可能从那个旷野当中又会开辟出一条新的轨道，而这个过程就是再建立我们人生的秩序。但是我们也要接纳下一次旷野时刻的发生，但在下一次旷野时刻的发生之后，我们又可能找到了一个新的轨道，那又是一次新的秩序。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改变、确定、改变、确定、改变、确定过程当中，我们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他们都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当下的一份体验，也成为了我们整个人生的体验的每一个阶段。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与 AI 做了探讨，它也给了我更多的启发。我在这期播客的最后也想要把它分享给大家。他说，关于计划与秩序的意义，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第一，秩序是对抗熵增的锚点。宇宙虽然趋向于无序，但人类通过建立秩序，比如法规、日程规则，能够在混沌中创造局部的稳定，就像航行需要灯塔。秩序也让我们在变化中有方向可循，会减少迷茫带来的消耗。第二是，计划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自由。计划并不是为了控制那个结果，而是为了选择想为之努力的方向。比如规划学习不是为了确保一定成功，而是选择成为更充实的自己，过程本身就赋予了行动的意义。第三，变化与秩序的动态平衡。计划会被变化打破，但有序的思维习惯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意外。就像健身不会阻止衰老，但会让身体在变化中保持更强的韧性。第四，秩序是意义的载体。人类天生是需要意义感的，这点我很深有体会哈。而秩序能将碎片化的体验整合成故事，比如整理房间、记录日记，都是秩序为生活赋予的结构，让瞬间的感受成为可追溯的脉络。
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熵增是必然，但主动创造秩序本身就是人类对抗虚无的勇气。计划不是与变化对立，而是在承认不确定性的前提之下，为生命注入选择的重量。没错，我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体验，不论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创造，在无序当中去寻找属于我们有序的节奏，还是去接纳那个改变随时有可能发生，它都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对抗失控到去接纳失控的发生，而且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微小的方式去主动失控，去暴露自己，去体验这种低风险场景的失控，来提升自己对于不确定性的耐受的程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弹性的思维，能够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在这种秩序与混沌当中能够自由的切换。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给自己人生建立属于自己的内心的秩序，通过锚定那个相对确定性的自我，让这些确定项成为你在不确定性中的心理根据地，它为你减少了焦虑的感受，会让你人生的脉络逐渐的清晰。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以体验的视角去替代结果的视角。我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体验的集合，而并非目标的达成。所以当一次计划落空的时候，你不妨转变一种心态，把它变成这件事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体验，而且它帮你发现了自己未曾知晓的哪一面。你的认知去转变的话，你的人生就都是体验和收获了。最后我也很想跟大家说，我们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努力或者躺平，而更加应该意识到我们的人生就像河流的流水一样，它既有河床，就像秩序一样去引导我们人生大的方向，但我们又能随着地形的变化去蜿蜒流动。而那些失控的时刻，正是生命给你跳出预设剧本的机会，会让你看到我们人生按部就班之外更辽阔的，你未曾知晓的，从未发现的可能性。以上就是今天中年菜鸟进化论的分享。我也希望这一期完全打开，完全不在计划内的内容的播客，也带给了你同样的惊喜和收获。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来分享你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那些不确定性的思考，以及对于你在找寻人生确定性的秩序方面的一些经验。或者听了这期播客之后，你也愿意去试一试一次主动失控的小事，如果它已经出现在了你的脑海，我也欢迎你告诉我，让我知道。感谢您的聆听，这期中年菜鸟进化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拜拜。好学猫